前2期我们聊到，在道西基地发生的人类与外星人的小规模冲突。本期我们继续来讲规模更加庞大的人类与外星人之间的交火事件。在此之前，请点击关注、收藏我们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下一个有趣的视频。接下来我们一起一探究竟。关于道西事件，其实还有一场不为人知的大战，曾经在美国的地下进行，那就是道西战争。除了施耐德爆料道西基地外，还有另外一位神秘的爆料人，但是他的资料信息并不多。我们说说这个泄密人，他叫做托马斯，他从1961年开始为美国官方服务，在1979年的年尾，托马斯收到军方的秘密指示，他被委派到新墨西哥州的道西基地担任安保系统专家，工作内容是维护地下基地的视频监控系统。起初军方对托马斯和几个新加入的同事说，道西基地是一个医疗实验室，专门研究绝症的解药，里面的实验体都是一些患上严重精神病的人。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在基地内部发现了一些奇怪的地方，直到他在监控系统见到了第一个灰人，而且不止一次，数以千计的灰人和蜥蜴人出现在道西基地。从未见过外星人的托马斯和他的同事都被眼前的景象吓得目瞪口呆，但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军人，他们能勉强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现事情远比他们见到外星人更加可怕，更加残忍。让托马斯感到恐惧的是在基地的第6层，一个叫做噩梦长廊的地方，是一个基因实验室，那里有足球场一般大，摆放了无数的笼子和玻璃冷冻箱。实验室里面竟然是一些经过基因改造的动物，长相都改造得很古怪，都已经变成异形。里面除了经过基因改造的动物外，还有一些被改造成了7手8脚、器官错乱的人类。他们就像是珍奇异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面。更加恐怖的，还有一些被注入了野兽基因的人类变成了畸形的兽人。托马斯这才意识到，道西基地竟然还有一个这样恶心变态的生化室，他感到不安和恐惧。最后他意外得知基地还有第7层，于是托马斯决定动用自己的工作权限，来到神秘的第7层。他在第7层竟然找到了数以万计的人，他们都被关在狭窄的笼子里，都被注入了高浓度的镇定剂，精神模糊。之后托马斯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举动，他违反禁令收集到其中10个人的名字和住址，并趁着假期的时候和警队的一个朋友确认，最后得知这些人全部都是失踪人员。当托马斯知道这个可怕的真相之后，他和他的同事就更加陷入了恐慌之中，他们无力改变，有一种绝望的无力感，但是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只能默默地祈祷有人来拯救这个实验室里无辜的人。他说数个月后，他的祈祷终于得到了回应。时间来到1977年6月14日，刚刚任职的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的办公室，国务卿首次向他报告了外星人的情况。当卡特听到灰人和蜥蜴人在自己的国土内疯狂绑架人民的时候，卡特思考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随即组织了秘密部门，计划对抗那些邪恶的外星人。他们一直努力收集各种情报。原来道西基地的神秘的第7层空间内共有37种外星人，以灰人和蜥蜴人为主。那些外星人都是从银河系来到地球，除了对人类进行基因研究以外，他们背后还偷偷做出伤害人类的行为，绑架数以千万的人类，导致他们精神模糊，一直关在笼子里面，并没有把他们完整的送回。美国和外星人的合作已经失去控制。想到这种事情发生在美国的国土上，卡特怒气冲天，认为绝对不能再容忍那些外星人胡作非为。最后卡特政府在1979年的年尾决定对道西来一个总攻，解救道西基地被困的人。经过冷静理性的规划，军方进行了仔细的部署。根据情报，空气中对人无害的细菌，例如花粉热，对那些外星人却是致命的疾病，所以外星人一直在地表以下活动。行动当天，部队按计划迅速采取行动，破坏了道西基地的空气过滤系统，成功拖延住外星人的攻势。很快主力部队顺利攻到第7层噩梦长廊。部队在进入噩梦长廊之前，都只是大概了解一些情况，并没有做好十足的心理准备，所以当他们看到数以万计的冷冻桶里头各种可怕的基因改造的动物混合体时，很多士兵都忍不住当场呕吐了起来。来到道西基地之前，他们预想了很多计划，根据收集到的线索，军队很容易就攻破道西基地的头7层。
直到部队攻进入了噩梦长廊，事件突然变得很糟糕，面临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第7层被关押的人类数目比预期多了10多倍，超过了3万人。另外还有1万多个受害人已经被绑在高速列车上，就是我们上一期说过的，在军事基地里的那辆高速列车上，目的地是其他地下基地的生化实验室。所以原本预计在半个小时内完成的计划被突发状况给打断了，特种部队原定的攻击任务不得不改为拯救人员。另一方面，却有数以千计的外星士兵正从不同的地方极力赶过来，追杀那些人类士兵。只要被外星士兵的武器击中，人类在短时间内就会化为灰烬。紧急时刻，另外一股部队成功炸开了2个通风井，加速了疏散人群的速度。经过1小时的战斗，军方高层见情况越来越严重，下令全军撤退，把已经获救的人类由军车和飞机运走。军队也立刻撤离这个梦魇般的外星基地。另外，2个出色的军人还偷了2架外星飞船。就这样，所有人都撤到了51区。但纵使如此，整场行动最终只解救了3600名人类，还有数以万计的人仍被遗留在道西基地里面。而托马斯当时还在里面工作，部队攻进来的时候，他们全都被当作敌人，遭到部队攻击。托马斯和12位同事趁乱逃离了道西基地，并带走了很多日后成为道西基地证据的照片、文件和影片。当托马斯联络自己的妻儿时，得到的回复却是他们已经被秘密政府转移到了指定地点，并警告托马斯，如果不交回秘密资料，他的妻儿将被处置。而托马斯深知他的妻儿可能已经被害，政府只是想把他骗回去，所以他决定开始逃亡。随后数年，托马斯过着亡命之徒的生活，不断由一个国家而走到另一个。此后托马斯下落不明。目前道西基地再也没有公开任何消息，成为谜一样的存在。看来这场阴谋只能让时间给出答案了。感谢大家观看，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不错，记得关注我们，你的订阅和关注就是我们继续做下去的动力。长按点赞也能让我们做出更好的视频，在这里真诚的感谢每一位支持我们的朋友，我们下期视频再见。